他在手上沾满未干的油漆，轻轻抹在鞋的侧面。至此，阿迪达斯标志性的3条纹 logo 诞生了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因为他哥哥创立了一个品牌彪马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在100年前，阿迪与彪马曾是一家。1924年，阿迪还是一名普通的鞋匠，他整天窝在自家后院，研究自创的运动鞋，却从未卖出过一双。在别人眼中，他只是个一事无成的傻瓜。除了他的亲哥哥鲁迪，他是工厂的销售经理，浑身上下都带着一种成功人士的气质。而每当有人说弟弟的坏话，他也会直接动手。弟弟是他的逆鳞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污蔑。可久而久之，就连阿迪也开始怀疑自己。他曾梦想着世界一流的运动员，穿着他的鞋站上领奖台。然而现在看来，没有人会需要他的运动鞋。就在这时，鲁迪出现了，他已经辞去了经理的工作，打算和弟弟合伙办厂。阿迪只需要专心做鞋，而他负责把鞋全部卖出去。Ich und du zusammen, dann lacht bald keiner mehr。第二天，兄弟俩合伙成立了达斯勒鞋厂，而这也就是阿迪达斯的前身。可很快，他们就遇到了麻烦。由于一战德国战败，导致经济萧条，大量的制鞋厂都倒闭了，所以银行拒绝为兄弟俩贷款。最关键的是，当时的人们认为鞋子就该结实耐穿，而阿迪制造的运动鞋十分轻薄，可能穿2次就坏了。况且，没有人会为了运动而专门买一双鞋。从银行出来，阿迪有些恼火，他不允许有人污蔑自己的心血。可哥哥告诉他，你只需要专心做鞋，钱的事由我来解决。第二天，鲁迪装着满满一车的运动鞋出发了。他跑到镇上的体育场，让人们穿上鞋，亲自体验一番，感受自然与众不同。鲁迪告诉他们，鞋底的橡胶锭可以更好的防滑，轻薄柔韧的皮革是为了运动时的舒适性。身为哥哥，他很清楚弟弟的每一处心血。这天下午，当鲁迪驱车回家时，他带来的273双鞋已经卖光了。兄弟俩的鞋渐渐有了口碑后，鲁迪就在街上贴出告示，他要招募更多的工人，把产量增大。另一边，阿迪也在着手制造新款运动鞋，可使用更柔软的材料，会导致防滑锭固定不住。于是他灵机一动，把哥哥的奔驰轮胎卸下来，贴在鞋底，用来加固防滑锭。可即便如此，鞋子的质量也远不如前，导致退款率暴增。这下鲁迪看不下去了，他要求弟弟继续制造老款运动鞋，那些花里胡哨的新颖设计根本不是顾客需要的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。阿迪有些惊讶，因为在他印象中，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吵架，只是他没有意识到，未来这样的吵架会一次次上演。几年后，德国所有的运动员都穿上了阿迪的鞋子，兄弟俩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而他们的爱情也悄然而至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鲁迪在结婚时依旧不忘搭讪其他女孩，而阿迪则在婚礼上给妻子准备了一份礼物，那是他亲手做的女士运动鞋。这天，鲁迪打算带着弟弟再去一趟银行谈贷款的事，可阿迪不善言辞，根本不想去这种场合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阿迪的妻子站了出来。就这样，妻子代替阿迪陪着哥哥去会谈，而这一次，他们终于拿到了贷款。回到家，鲁迪激动地把弟媳抱下车，可妻子看到这一幕，脸色却格外阴沉。借助这一笔贷款，兄弟俩的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，连国家队教练都亲自来给他们剪彩，一切仿佛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这天，阿迪的妻子突然提了个要求，他想让阿迪做双非常小的运动鞋。阿迪愣了一下。这一刻，阿迪终于明白自己要当父亲了。他兴冲冲地跑到楼下，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哥哥。可奇怪的是，哥哥与嫂子的神情都十分怪异。阿迪并不知道，哥哥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。他讨厌妻子几十年如一日，满脑子只想着相夫教子。而弟媳外向开朗，这正是鲁迪所向往的。弟媳看得出他的心思，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离自己远点。鲁迪答应了，可这一幕却刚好被妻子看到，怀疑与嫉妒便就此在心底扎根。第二天，他找到弟媳，威胁她如果破坏了自己的家庭，就把两人的关系说出去。弟媳被气笑了。鲁迪的花心镇上人尽皆知，他却懦弱地装作不知道，如今甚至要把罪名扣在自己身上。Entweder du trennst dich von ihm, oder du spielst sein Spiel mit。这一刻，嫂子突然意识到，想要弟媳离开鲁迪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让兄弟俩反目成仇，这样的两家人就可以彻底分开。她开始警告丈夫，所有人都知道阿迪的鞋子，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。如果有一天兄弟俩有了矛盾，阿迪完全可以在妻子的帮助下，轻而易举地把公司抢过去，而到那时，鲁迪将会一无所有。一开始，鲁迪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，直到这天，鲁迪为了提高销量，想要降低新款的售价，结果却得到了阿迪夫妻俩的一致反对。弟媳甚至主张要把价格调高，这样才能让别人记住阿迪做的鞋是最好的。这时，鲁迪突然想到妻子的话，于是警告弟媳。
Hör auf, dich ständig einzumischen. Du bist hier Bürokraft, mehr nicht. 一瞬间，气氛降到了冰点。鲁迪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。他本想借着商量奥运会赞助人选的事，彻底跳过刚刚的话题，可阿迪却对他说 Oh, nie wieder. Nie wieder sprichst du so mit meiner Frau. Nie wieder. 说着，他又拒绝了鲁迪的提议，因为他想赞助最有可能夺冠的人，可那是一位黑人。鲁迪很清楚，在当时纳粹的统治下，不赞助日耳曼人而去赞助黑人，绝对会招来报复。可阿迪并不关心这些，他依然记得自己的梦想，要让世界一流的运动员穿着自己的运动鞋站上领奖台。阿迪不顾哥哥的劝阻，偷偷前往奥运会会场，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，并把自己做的鞋亲自交到他手上。事实证明，阿迪的眼光没有错，那个黑人穿着他的鞋成功夺冠，并创造了全新的奥运会纪录。而另一边，鲁迪的担忧也被印证，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上，夺冠的却不是日耳曼人，这让纳粹大为恼火，要求查封兄弟俩的工厂。鲁迪指责阿迪鲁莽行事，这些年他磨破了多少双鞋，受了多少冷眼，才换来如今销量20万双的成绩，如今却都付之一炬。可阿迪告诉他，20万双鞋都是自己做的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就这样，兄弟俩的关系又添一道裂痕。事后，鲁迪为了让工厂解封，被迫接受了纳粹的交易，每月要无偿帮他们生产6000双军靴。可即便到了如此关头，阿迪依旧固执己见，一心只想做自己的运动鞋。鲁迪只能让人在半夜偷偷制造军靴，最终由于质量太差，纳粹单方面撕毁了协议。然而看到这一幕，妻子却面色如常，毕竟她只想要丈夫回到自己身边。至于工厂的生死存亡，她根本不在乎。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不能生产军靴，就意味着兄弟俩必须有一个人上战场。鲁迪想让阿迪去，只要能卖出去鞋，就能保住工厂。而阿迪认为，做鞋永远比卖鞋更重要。Genau das ist das Gefühl, das du mir seit Jahren gibst. Und jetzt nutzt du die Chance und willst mich endgültig beiseite drängen. Was tust du jetzt? 阿迪仿佛被抽走了全身力气，无奈接受了去战场的命运。而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，鲁迪沉默了很久。第二天，征兵处来家里接人，可要奔赴战场的却是鲁迪。他终究还是记起来，哥哥本就应该保护弟弟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战争彻底爆发，鞋厂也沦为了军工厂。阿迪独自挑起大梁，为了保住这里，他学会了忍气吞声，也学会了跟别人动手。只是他没有意识到，现在的他跟哥哥简直一模一样。如此压抑的生活让阿迪喘不过气，只有当穿上运动鞋时，他才能想起自己的梦想。可远处的硝烟却分明告诉他，在战争面前，一切都是那么渺小。转眼到1945年，德国战败，鲁迪幸运地捡了条命回来。可经历过战争，一切都早已物是人非。随后，盟军占领了小镇，而曾生产过武器的工厂也被他们盯上，打算要炸了这里。阿迪极力辩解，说自己原本是做鞋的，被逼无奈才改成军工厂。他把盟军领进厂里，指着架子上的鞋，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可越往里走，炮管就越多，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曾帮助过纳粹。危急关头，阿迪的妻子找出了一本相册，里面是阿迪与黑人运动员的合影。军官突然感觉这人有些眼熟。That's our Jesse Owens. Ja. Er hat alle Medaillen in seinen Schuhen gewonnen. Was musst du mich das besonders? Please. All right. It's okay. Guys, break it off.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工厂终于保住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鲁迪就又被抓去审问，原因是有人举报他曾是纳粹。鲁迪听后有些诧异，审讯官却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于是他立马断定举报自己的人就是阿迪。为了报复弟弟，鲁迪反咬一口，说当年赞助黑人运动员的是自己主张的，因此才被拉去战场。而阿迪却在自己走后就把鞋厂改成了军工厂，明显他才是纳粹。就这样，阿迪也被带走了。兄弟俩开始互相指责，可最后经过调查，两人都是无辜的。这场让本就脆弱的兄弟关系彻底破裂。回到家后，两人大吵一架，而在这紧要关头，嫂子还要火上浇油。她一口咬定弟媳跟鲁迪曾发生过关系，两人还有个私生子。这下阿迪懵了，妻子百般解释，可哥哥的沉默又像是在印证，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至此，兄弟俩彻底决裂，而嫂子终于达成了她的目的。鲁迪现在只属于他一人了。几天后，经历过战争的鞋厂也迎来分裂，阿迪带走了所有的工人，成立了阿迪达斯，而鲁迪带走了所有的销售，成立了彪马。两家公司从此再无关联。但很快，鲁迪就意识到问题所在。
由于招来的工人没有经验，鞋子质量极差，导致投诉的客户越来越多，他只能高薪聘请更好的鞋匠。而另一边，阿迪的日子也不好过。鲁迪掌握着所有客户资料，他做的鞋再好也没人买。于是他只能学着哥哥当年那样，去运动场找人试穿，从头开始积累口碑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坏消息传来，彪马抄袭了他们的创意，还恶人先告状，把阿迪告上了法庭。从此他才意识到，彪马与阿迪达斯从分家开始就已经是竞争对手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第二天，阿迪得到消息，国家队教练打算和彪马合作，他立即开车去追，结果却晚了一步。就在他万念俱灰时，教练却又找上门来。他告诉阿迪，自己之前去找彪马是因为鲁迪许诺了丰厚的赞助费，可临到最后，鲁迪却又变卦了。原因是在这届世界杯，匈牙利已经创造了31场不败的记录，所以鲁迪并不看好德国队。阿迪听后若有所思，却还是同意了赞助。几天后，德国队爆冷挺进决赛，而他们的对手正是匈牙利队。比赛当天，教练摸了摸草坪，说要是能下点雨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短钉运动鞋的威力。他来到更衣室，正在给队员打气，可这时阿迪突然冲了进来，看着他湿透的衣服，教练意识到外面开始下雨了，这就是他们的机会。最终，德国队夺得了那一年的大力神杯，周围的人们都在欢呼呐喊，唯有阿迪有些落寞。他知道这一局是阿迪达斯赢了，可没有人会一直赢。这样的竞争究竟要持续多久，谁也不知道。阿迪独自回到更衣室，任凭脑海中思绪纷飞。这时，他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赢得漂亮一滴”。原来鲁迪也来到了这里，亲眼目睹了阿迪的成功。他的目光深邃，背影却极其落寞，像是终于完成了某种使命。如果你某天路过德国的黑错根奥拉河，就会发现这个小镇被一条河一分为二，而在河流的南北两端，阿迪与鲁迪两兄弟就静静沉睡在那里。即便是死亡，也未曾让他们的战斗停止。或许在临终前，阿迪也会突然想起，在多年前的某个午后，他穿着自己亲手做的鞋在草地上奔跑，而哥哥在路边等他，将开车带他回家，而他却倔强地要跑回去。只是那时的他并不明白，他们兄弟俩的争斗从这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。